他叫人把阿 Q 拖到院子裡，用大竹槓劈頭蓋臉地打了一頓。打完之後，趙太爺還勒令他賠錢。阿 Q 哪裡有錢？他全部的財產不過是一頂破氈帽、一件破竹布衫和一雙鞋，這些東西當場就被趙家收走了。趙太爺還叫人把他趕出土谷祠，不准他再住下去。第二天，這件事傳遍了魏莊，所有人都知道了。吳媽哭了一場，尋死覓活，趙太爺費了好大的力氣才把她安撫下來。管土谷祠的地保代表趙家，給阿 Q 定下了5條處罰。第一，要阿 Q 帶上1斤重的紅竹1對，到趙府去賠罪。第二，趙家請道士驅邪的費用由阿 Q 承擔。第三，從此以後阿 Q 不准再踏進趙府的大門。第四，吳媽以後若有什麼不測，一切罪責都歸阿 Q。第五，不准阿 Q 再去趙府討要被扣下的工錢和布衫。那件被收走的破布衫，後來大半做了少奶奶腹中孩子將來用的襯尿布，剩下的小半破爛布料都拿去做了吳媽的鞋底。阿 Q 被趕出土谷祠後，在魏莊的街上走了一圈，村裡的女人們見了他，就像見了瘟神一樣，慌忙躲開。他回到土谷祠外面的台階上坐着，想了好一會兒。他想來想去，心裡給自己開解說，吳媽還不配。靠着這套精神勝利法，他又覺得自己贏了，甚至開始可憐吳媽，覺得他錯過了自己這樣的一個人，是他一輩子的損失。然而這場戀愛悲劇讓阿 Q 徹底丟了飯碗，趙太爺不再顧他，魏莊其他人家也都不肯再用他，酒店不肯再賒酒給他，管祠的老頭子也旁敲側擊地催他搬走。更糟的是，再也沒有人來叫他做短工了，飢餓開始日夜折磨着他。他四處打聽才知道，村裡有了活計，大家如今都去找小弟。這小弟是個窮苦少年，又瘦又弱，在阿 Q 眼裡，地位連王胡都比不上。誰料如今竟搶了自己的營生。阿 Q 怒火中燒，氣憤憤地走着，忽然揚聲唱道：“我手執鋼鞭將你打。”幾天之後，他果然在前府的照壁前撞見了小弟，仇人相見，分外眼明。阿 Q 徑直迎了上去，小弟也停下腳步。阿 Q 怒目而視，罵了一句畜生，小弟反倒低聲說自己是重治。這番退讓反而讓阿 Q 更加惱怒，他手中沒有鋼鞭，便直接撲上前去，伸手去拔小弟的辮子。小弟一手護住自己的辮根，另一只手也去揪阿 Q 的辮子。阿 Q 也騰出一只手護住自己的髮根，兩人就這麼互相拉扯着，彎着腰纏鬥不休。在錢家粉牆上映出一道彎彎曲曲的影子，足足僵持了半點鐘之久，直到兩人頭髮冒煙，額頭流汗，體力不支，才同時鬆手，向後退開，各自擠出圍觀的人群。阿 Q 回過頭撂下狠話：“記着爸，媽媽的。”小弟也回頭說：“媽媽的，記着爸。”這一架不分勝負，可依舊沒人來找阿 Q 做工。他餓了2天，實在撐不住，便動了偷竊的念頭。有一回他在路上遇見靜修庵的小尼姑，阿 Q 向來是小尼姑為草芥，這回迎上去，朝地上啐了一口，嘴裡不乾不淨地罵。小尼姑低着頭想繞開，阿 Q 卻不依不饒，伸手去摸她的臉，又去擰她的臉蛋，把小尼姑嚇得直哭。旁邊的人都笑起來，阿 Q 便覺得自己了不起，精神上的勝利又添了一層。後來他走到靜修庵的牆外，見四下無人，便爬上矮牆跳進菜園。園子裡沒有現成的吃食，他正滿心鬱悶，忽然發現一畦老蘿蔔，當即蹲下身子拔了起來。就在這時，庵門裡探出小尼姑的腦袋，又迅速縮了回去。阿 Q 慌忙拔起4個蘿蔔，塞進衣襟裡。老尼姑很快追了出來，質問他為何跳牆偷蘿蔔。阿 Q 且看且走地說：“我什麼時候跳進你的園裡來偷蘿蔔？”老尼姑指着他的衣襟。阿 Q 說：“這是你的，你能叫得他答應你嗎？”他沒有說完，拔腿就跑。庵裡的大黑狗追了出來，危急時刻，衣襟裡掉落一個蘿蔔，
黑狗略略一停，阿 Q 趁機爬上桑樹，翻出牆外，連人帶蘿蔔滾了出去。他怕黑狗再追，沿路撿了幾塊石子防備，一路邊走邊啃蘿蔔。吃完蘿蔔，他打定主意，魏莊難以立足，不如進城謀生。他在城裡待了一陣子，混跡在竊賊團夥裡，膽子極小，只敢在牆外望風，接應贓物，連進屋都不敢。有一回同夥翻牆進去，他蹲在牆根下等着，聽見裡面傳來響動，心砰砰直跳，生怕官差突然殺過來。好不容易接到一個包袱，還沒來得及轉身，裡面就大喊抓賊，他嚇得扔掉包袱就跑，一溜煙竄出好幾條街。後來同夥作案敗露，他連夜逃回魏莊。這次回來，他換上了一身新夾襖，腰間掛着沉甸甸的錢袋，一進酒店就把銀錢拍在櫃檯上，大聲喊着現錢打酒來。整個魏莊都轟動了，人人都說阿 Q 發了財，眾人紛紛圍上來打聽他的中心史。阿 Q 便謊稱自己在舉人老爺家裡幫工，村裡人頓時肅然起敬。他又故意抱怨舉人老爺為人刻薄，引得眾人又是嘆息又是快意。他還繪聲繪色講起城裡處決革命黨的場面，模仿劊子手揮刀的動作，對着王胡的後頸劈下去，大喊一聲擦，嚇得王胡直躲。那幾天，阿 Q 在魏莊的地位水漲船高，連趙太爺家的孩子見了他都躲着走。有人甚至私下議論，說如今的阿 Q 幾乎能和趙太爺平起平坐。村裡的女人們也紛紛留意起他。鄒七嫂從他手裡買了一條舊藍綢裙，只花了9角錢。趙白眼的母親也入手了一件孩童穿的大紅洋紗衫。一時間，女人們不再躲避阿 Q， 反倒主動上前搭話，想從他這裡買些便宜的舊衣物。消息漸漸傳到了趙府內宅，趙太太看着鄒七嫂的綢裙十分心動，也想買一件價廉物美的皮背心。趙太爺便和秀才商議，決定主動召見阿 Q， 看看他手裡還有沒有存貨。阿 Q 跟着鄒七嫂走進趙府，似笑非笑地喚了一聲太爺。趙太爺上下打量他，開口詢問他手裡的貨物。阿 Q 推脫說東西都已經賣完了，只剩一張門目。趙太爺便讓他次日把幕布送來，還叮囑他日後有好東西，一定要先送到趙家挑選。好景不長，沒過幾天，村裡人就打聽到了真相。阿 Q 根本不是什麼體面人，不過是個替小偷望風的小角色，連牆都不敢翻。偷竊敗露後才連夜逃回魏莊，眾人對他的態度瞬間轉變，先前的敬畏蕩然無存。地保找上門，強行拿走了他僅剩的門目，還勒令他每月上交孝敬錢。阿 Q 好不容易得來的忠心徹底崩塌，精神勝利法再管用也填不飽肚子，他又陷入了走投無路的境地。就在這時，革命的消息傳到了魏莊。宣統3年9月14日，也就是阿 Q 把錢袋賣給趙白眼的這一天，深夜，一艘大烏篷船悄悄停靠在趙府河埠頭。這船從黑鬚鬚中當來，鄉下人睡得熟都沒有知道。出去時將近黎明，卻很有幾個看見的了。那船便將大不安再給了魏莊，不到正午，全村的人心就很動搖。茶坊酒肆裡都說，革命黨要進城，城裡的舉人老爺到我們鄉下來逃難了。阿 Q 的耳朵裡，本來早聽到過革命黨這一句話，今年又親眼見過殺掉革命黨，但他有一種不知從哪裡來的意見，以為革命黨便是造反，造反便是與他為難，所以一向是深惡而痛絕之的。殊不料這卻使百里聞名的舉人老爺怕成這樣，於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。況且魏莊的一群鳥男女的慌張的神情，也使阿 Q 更快意。革命也好罷，阿 Q 想，革這夥媽媽的命，太可惡，太可恨，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黨了。阿 Q 近來用度窘，大約略略有些不平。加以午間喝了2碗空毒酒，愈加醉得快，一面想一面走，便又飄飄然起來。不知怎麼一來，他忽然確鑿知道，這是魏莊的軍隊革命黨都到了。
白盔白甲的革命黨正走進來，所以他便趕緊跑。他這時元氣勃勃，用作口號的是好，我要什麼就是什麼，我歡喜誰就是誰，得得，鏘鏘，悔不該，酒醉錯斬了正賢帝，悔不該趙太爺、錢太爺、假洋鬼子，還有偽裝的一群鳥男女，驚慌的神色使他更快意。好，他想，造反了，造反了。他得意之餘，禁不住大聲地嚷道：造反了，造反了。偽裝人都用了驚懼的眼光對他看，這種可憐的眼光是阿 Q 從來沒有見過的，一見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6月裡喝了雪水。他更加高興地走，而且喊道：好，我要什麼就是什麼，我歡喜誰就是誰。他飄飄然地飛了大半天，飄進吐谷祠，照例應該躺下便打鼾，誰知道這一晚他很不容易合眼。他將自己的大政策在心裡讀取，造反之後，趙太爺家的東西隨便拿，錢太爺家的床隨便睡，以前欺負過他的人統統要跪在他面前唱悔過書。他最恨的是趙太爺和假洋鬼子，他想好了，要讓他們跪在最前面，頭磕得最響。想到這裡，阿 Q 興奮得渾身發熱，從破席子上坐起來，大聲唱了一句：我手執鋼鞭將你打。他想了想，覺得還不夠，應該再添一句，於是又喊了一聲槍。喊完之後，他仔細聽着外面的動靜，沒有人理他。他又躺下去，忽然意識到一個問題，他只是想革命而已，並不知道怎麼革命。他想起假洋鬼子是留過洋的，跟城裡的人有來往，說不定知道怎麼投革命黨。他決定明天去找假洋鬼子。第二天一早，阿 Q 就去找假洋鬼子。假洋鬼子正站在院子裡，穿着一件洋裝，手裡拿着文明棍。阿 Q 一進門就跪下了，說：楊先生，我要革命。假洋鬼子看了他一眼，鼻子哼了一聲，說：你也配革命？然後掄起哭喪棒就打過來。阿 Q 躲閃不及，挨了好幾下，只好跑了出來。他在門外站了一會兒，心裡想，我本來就不想革命，我是跟你客氣客氣。但轉念一想，又說革命也沒什麼了不起，我阿 Q 不革命，照樣活得好好的。於是他又贏了。後來假洋鬼子跟趙太爺、錢太爺商量之後，成了偽裝的革命黨。他們到各處去宣傳，把革命說得熱火朝天。趙太爺剪了辮子，戴上了一頂破氈帽，逢人就說自己是革命黨。假洋鬼子在街上走來走去，見人就講自由平等，但沒有人叫阿 Q。阿 Q 心裡很不平，覺得這些人搶了他的機會。他走在街上，看見別人都在談論革命，只有他一個人什麼都不是。他越想越氣，但也沒有辦法，只好在心裡罵了一句媽媽的，然後走開了。